莽小五就是熊猫圈身价最高的小熊吧，前脚刚被中国商飞追着送飞机模型，后脚又被长安启源终身认养。都知道前段时间小五的飞机玩具被收走了，小家伙郁郁寡欢，扶着墙直接哭出了表情包。中国商飞得知后立马表态给他送飞机模型玩，如此大手笔不禁让一一猜测小五好事将近。谁料就在今天，长安启源突然官宣认养小五，紧接着虫洞官方也发布微博确认缘分开启，小五一跃成为拥有私熊飞机和豪车的富二代。就是说，放眼整个熊猫圈也是相当炸裂的吧。至于那些没能认养到莽小五的企业，网友也给出合理建议他们认养小五的妈妈莽奶，毕竟做不成金主爸爸还能做金主爷爷。不仅如此，圈内还有不少背景强大的熊。七仔作为全球唯一一只圈养棕色大熊猫，前脚刚被熊猫国际组织终身认养，后脚就被国产之光鸿星尔克终身守护。不得不说，七仔这小子真是赚大发了，钱多到花不完，零食也多到吃不完，再加上有5个老婆，早早便失去所有烦恼。而花花叶子作为人气逆天的网红姐妹，从小便被广东斯宝不锈钢公司终身认养，认养名分别为斯宝和潘奥。二狗润月就比较厉害了，因为太能吃，被范扫光集团认养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范扫光家大小子。显眼包灵颜虽然没有金主爸爸撑腰，但熊家有豪掷3000万的榜一大哥，再加上熊能歌善舞，整活更是No.1，直接为动物园吸引来了大量游客。这样一算，胖妍都能反过来认养暖动物。于可于爱兄妹打出生起就备受关注，而美的集团更是紧抓机会认养了2小只，并逐渐走上晒娃宠娃的不归之路。美的不仅给可爱送来各式各样的玩具，还经常发2熊的美照四处拉仇恨。之后更是推出熊猫空调神秘熊猫周边，还承诺每卖10台空调就会种下1颗竹子。就是说，谁能拒绝如此可爱的售后呢？此外，富婆新安不仅有3.5万亩的竹林，还和其他5位兄弟姐妹一同被奔驰认养，过上了衣食无忧、失去烦恼的美好熊生。当奶爸发现有人吐槽新安长得不好看时，女儿奴的他直接愤怒回怼：“你长得好看，怎么也没见奔驰公司认养你呢？”有钱有颜有疼爱自己的奶爸和金主爸爸，不得不说新安就是熊生赢家吧。此外，金嘟嘟是中国金地集团家小姐，她的姐姐华萌萌的金主则是英雄联盟济南动物园的雅吉，被王老吉终身认养，人送外号凉茶小王子。而三太子萌兰虽然没有金主爸爸，但这小子直接反向认养了北东，传闻称他还要凭一己之力把北东干上市，真正诠释了不用嫁豪门自己就是豪门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被认养的熊吗？原来谭爷爷喜爱的小熊不只有花花，还有蓬蓬脸肉超多的梅兰肉肉。来肉肉，这，肉肉快下来。这是谭爷爷和肉肉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。小家伙出道幼年园，面对陌生环境非常紧张，谭爷爷无论如何温柔哄他都不肯爬下栏杆，无奈只好拿来美味果果引诱嘴馋的肉肉。肉肉，来，快点，来，肉肉，哎，我看你。看到美味果果后，肉肉顿时满眼放光，眼睛紧紧盯着，馋的哈喇子都快下来了。但胆小的他既想吃又磨磨蹭蹭的不愿下来，谭爷爷只好宠溺的把果果喂到他嘴边。你又想吃又不想下。交接时，奶爸曾提醒过肉肉饭量很大，谭爷爷不以为意，觉得再大能大到哪去。结果当看到别的小熊争抢同一碗盆盆奶，肉肉却一熊占3盆，喝了个肚子溜圆时，谭爷爷才意识到这妮子果真是深渊巨味，并且当谭爷爷来调猫呼唤熊的时候，肉肉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抢食也最凶猛。只见肉姐吃完自己那份苹果后又盯上父来，不顾对方反抗，直接扑上去熊口夺食，急得谭爷爷直用吊猫杆敲肉肉的屁股。肉姐被提醒后努力控制想要吃苹果的心，结果越控制越想吃，干脆直接放飞自我。我控制，但是苹果真的好好吃哦！只能说肉肉800个心眼全都点在干饭上了。想当初奶爸来给睡午觉的小熊送果果，原本困得睁不开眼的肉肉闻到味立马精神了，快速吃完自己那份果果后还抢了圆月半个。当发现第2层木架上铺满的果果后，肉肉并未声张，而是趁月满姐妹睡觉的间隙，像开了倍速似的飞快炫完了所有果果。只能说肉姐没有1两肉是白长的。而当正在睡午觉的肉肉突然惊醒后，感觉错过饭点的他赶紧扒开骄傲的嘴，凑上去闻味道，确认对方没偷吃才放心。可以说在肉肉的熊生信条里面，没有什么是大吃1顿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吃2顿。当初胆大的奇艺抢了肉姐的苹果吃，回宿舍后肉姐带着小弟把他堵在墙角，直接抡圆了胳膊给奇艺1顿胖揍。但其实只要不碰肉肉的食物，大多时候都是很温柔很好说话的，就算小熊有把他当成肉垫踩来踩去，最后直接被踩成松狮，肉肉也不生气。而谭爷爷对这个大胖孙女也很是宠，每次来钓猫都会多给肉肉一点吃的，导致她体重愈发感人，16:9，宽平大脸格外扎眼。最后更是因体重超标提前从幼儿园毕业。只能说谭爷爷养小猪真的有一手，但凡他带过的学生几乎就没有瘦的，这或许就是全天下爷爷奶奶的独家技能吧。饲养员是如何偷熊猫幼崽的？
有的公平交易，有的强取豪夺。基地饲养员有3大驱宰神器：苹果、蜂蜜水以及旺仔牛奶，完美应对不同客户的需求。大熊猫妮妮喜欢吃小苹果，偷懒的她每当听到奶妈脚步声，就会麻利的坐起来，假装母慈子孝。余光瞥到奶妈手里的小苹果后，妮妮两眼放光，立马丢下怀里的崽，接过果果，美滋滋的吃了起来。果然，在美食面前，母爱什么的都是浮云。而带俩娃的小丫头不仅会偷懒丢掉一只，数学不好的她还被前来交易的奶妈忽悠，直接用1个小苹果换走了俩倒霉孩子。相较之下，程大就清晰认识到孩子的价值。如果盆盆奶里没有放蜂蜜，他坚决不肯交换，哼哼唧唧的表示蜂蜜，我要蜂蜜。火腿奶爸无奈只好折返回厨房加蜂蜜。闻到味对了，程大才心满意足的把娃交出去。但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程大也会有被套路的一天。只见奶妈从栏杆里递过来旺仔牛奶，另一只手迅速的从程大怀里掏出熊猫宝宝。可当程大抱着盆盆舔时，才发现竟是空盆，气得他举起盆骂骂咧咧，这还有没有王法？不仅如此，当聪明的程大学会验货后，奶妈直接套路升级，把他忽悠的怀疑熊生。这天，饲养员敲着盆盆招呼程大过来这边，他看着另一位蠢蠢欲动的奶妈，感觉不对劲，但最终还是在对方的忽悠中放下戒备。没曾想前脚刚离开，后脚奶妈就抱走了崽崽，只能说还得是两脚兽心眼子多呀。跟基地用食物换崽不同，中心主打强取豪夺。当初绣球生产后抱着宝贝几天几夜不肯撒手，王奶爸为了给幼崽检查身体，直接进去兽舍，表面是给绣球送水，实则伸手悄悄往他怀里摸，到手后撒腿就跑，生怕绣球一巴掌呼过来。而果果产下双胞胎女儿姚曼和姚欣后，奶爸会每隔一段时间换娃，让她轮流照顾。可母性超强的果果怎么都不允许对方娶娃，就算奶爸把小苹果喂到嘴里，也坚定拒绝。饲养员无奈只能拿来他最爱的蜂蜜，果果吃着美味，态度也逐渐松懈。最后奶爸趁其不注意取出崽，撒腿就跑，感觉这速度都快赶上博尔特了。而虫洞取崽算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了，毕竟他们的熊猫都是把饲养员当月嫂用，坐月子要3人伺候，损损也要包好皮喂嘴里，主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。但对此馆长和奶爸们可不敢抱怨，毕竟兰香可是生下虫洞太子爷的大功臣，自己惯的娃也只能继续宠了。直到看见华妮小时候胖揍弟弟华阳，才发现福宝的古灵精怪是遗传妈妈爱宝。华妮和华阳是青梅竹马，两熊小时候还一起上幼儿园。华妮当时可是基地出了名的吃货小公主，爱喝有魔力的盆盆奶，爱吃香甜可口的胡萝卜，还会霸气抢华阳弟弟的主子。一次小华妮特别无聊，抓起旁边的小草就开学。吃货女王的名号果真名不虚传，难怪宝家族现在最不挑食的就是爱宝。这天饲养员给华妮、华阳姐弟俩端来了盆盆奶，之后站在一旁分工明确。只见一位饲养员手拿毛巾蓄势待发，看到小家伙喝完，瞅准时机，一人擦嘴，一人收盆，主打一个眼疾手快。不过好在华阳弟弟还算听话，可华妮宝贝可就没那么好说话，就连解说员都对他的脾气了如指掌。식탐공주 환희입니다. 먹보 중에서도 아주는 먹보라. 먹을 때 방해받는 거 제일 싫어하죠. 而华妮真的是一点没变，现在吃饭时同样不喜欢被打扰。一次福宝故意趴在妈妈要吃的竹子上面，干饭心切的爱宝怎么喊小家伙都不离开，气得艾女士叼起福猪猪的屁股，直接把熊孩子从木架上丢了下去。可捣蛋的福宝根本记吃不记打，等到长大一点后，他还是一如既往打扰妈妈吃饭。看到爱宝在专心致志吃竹子，无聊的福宝非要在上面打滚，并且还一直缠着妈妈跟自己玩。起初忙着干饭的艾女士没空搭理他，可实在受不了，直接给了熊孩子2个大耳刮子。之后爱宝一手干饭一手抬起来准备打熊，眼神之中还充满着杀气。识趣的福猪猪这才躲到木架上安分守己，并且华妮小时候还是小辣椒一枚，看到臭弟弟华阳在自己地盘做标记，二话不说上去就给拽下来，然后两熊在平地上大战了300回合。虽说华妮的战斗力较华阳来说还比较弱，但架不住我们小辣椒聪明。只见他先是去臭弟弟标记过的地方做出了重新标记战地的行为，华阳看到他这么做果真被激怒了。只见华妮一步步引导着对方来到独木桥上，然后正式向臭弟弟宣战。华阳因为不熟悉地形，一连几个回合都没能胜出，最后他完败华妮，默默退出了战场。不得不说，我们艾女士真的是天资聪明，而福宝小弟也遗传了妈妈的这一点，这才成为了公认的天才少女，干什么都是一学就会，一点就通。熊与熊之间的差距能有多大？有的熊3岁还在上幼儿园，被谭爷爷宠成了小苹果暴发户。今年女明星花花又留级了，而照她3年只长一个肚脐眼的速度来看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花宝鸡的最高学历就到幼儿园。相较之下，3岁的陈和叶就不同了。虽然因体重不达标还在上幼儿园，但他却已经有2年的待宰经验。每次花花奶瘾犯了，就会一头扎进叶子怀里。小叶子非但不抗拒，还会像妈妈一样温柔抚摸对方的脑袋。看来荷叶很喜欢自己待宰公猫的身份。而有的熊3岁还在趴在妈妈怀里喝奶。国庆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？啊？多大了你？
3岁了哦。国庆这体型都快赶上妈妈了，可每天却都在研究怎么样才能吃上奶。老母亲梅青则是被气得生无可恋，骂骂咧咧，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无奈奶爸奶妈只好快刀斩乱麻，赶紧给国庆举行了隆重的戒奶仪式。据说戒奶后小家伙哭了5个晚上，并且是一边嗷嗷哭一边酷干饭。如此看来，春生和香果简直就是3岁熊训中的楷模，从四川老家一路打到杭州。如今兄妹俩已经当上了杭洞馆长，为了把杭洞干上市，两熊每天都在积极整顿。上班第一天还出现了卡门名场面，只不过最近馆长怕春生打香果打出熊命，这才迫不得已把兄妹俩分开。当14岁的七仔整天抱着盆盆奶喝时，1岁的于爱就已经成为大姐大，并且现在她还是公认的2馆长，小年纪更是背负了好几条鸟命，牙还没长齐就在努力练习吃竹叶，咬不动就用手拽断，使劲过程中耳朵都在颤抖。主打的就是一个这竹叶必须吃到肚子里。而财阀家女婿乐宝8岁就已经是孩子爹了，如今更是3年抱4， 11岁就升级为3个孩子的爸爸。可8岁的萌兰却还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每天不是翻墙越狱挖地堡，就是干饭健身养小鸟。事业心重的他立志要把北洞干上市，儿女情长根本不被三太子放在眼里。然而一对比13岁的金虎就比较可怜了，到现在还是黄金单身汉。自从新婚1夜前老婆变老铁，话痨大胡子就已经封心所爱，再也不过问红尘俗事。虽然最近普9岁的弟弟发重新被确认性别是只女熊，但网友根据2熊族谱却发现金虎是人家表哥，所以这门亲事基本上就是彻底无缘。只能说熊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世界的参差让熊崩溃。